我估计一下哈，如果是平均调幅12.5的话，那对物价的影响，消费者物价的影响，全年大概是0.25个百分点。因为我们目前到8月份，跟去年同期，今年8月跟去年同期，大概上涨2.36%啊，0.25个百分点加上2.36，那大概就接近2.6%了哈。那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央行的政策是希望物价能够维持在2%以内。那目前的美国的8月的物价是2.3%嘛，哈，所以大概可能半年以上，央行要调降利率是有困难的。电费占利润的比例呢，是超过100的。那意思呢，就是这个你如果电价调多少，大概它的利润就会同样的会减多少%了，那甚至会更高。这个是1.2倍啊，120%，基本金属业所受的影响会最大啊。然后是有煤制品也接近100%，这个纺织业利润率低，而且电费占的营收的比重也高哈。像台积电的话，毛利呢是50%嘛哈，所以其实是蛮高的哈。那电费比重也比2.7高，但是那跟我们同样的一些竞争国，像是日本、韩国，他们的电价跟我们现在目前来相比的话，比我们还高蛮多的嘛。没有，根据这个2023年的资料来比的，2023年的话，这个应该是韩国还是稍微高一点。我的了解，2023年的话，大概差4%左右。这个比我们低，会不会是中国大陆？台电目前亏损这个样子的话，明年4月还会再涨电价？会啊，可能性很高啊，而且选举还有一阵子啊。当然趁这个机会，能够反应就尽量反应。选举的时候又比较敏感啊，因为明年底的话，可能原来台电是调整14%，最后委员会决议是平均调12.5%，所以委员会的决议是有把台电建立的这一部分往下调，但是不能影响民生，所以最后决定还是由产业这一部分来做调整。老师，10月16号电价已经涨了，那有一些其实动涨，那有一些调幅比较小，然后有一些在用电的这个电价方面涨幅比较大，那它是怎么样来决定跟区分的呢？是平均的调幅是12.5%啦，但是主要的是针对的这个产业用电，那民生呢是不涨的哈。那产业的部分呢，其实呢就是大部分的是涨14%。但是如果用电衰退的话，那么衰退5%或者产值销售衰退呢，超过15%的，这涨是7%而已哈。那其他的这些都动涨哈，包括用电衰退5%，那么衰退呢超过15%的哈，那这个是动涨啊，这个是这个用电衰退，而且这样的是动涨哈，这个是货而已哈，就是2个。那这边是包括一些民生的内需产业啊，食品、加工零售啦，那么摊贩集中的市场、量贩店、超商跟超市，这个是动涨的。中大型的医院、诊所、餐厅，那么还有花莲的理塑业是动涨的，大概是这样。平均的涨幅还是调12.5%，但大部分的这个产业用电是调14%这样。所以老师，他这最主要是因为担心会影响到物价嘛，就是在这边动涨的部分。但是也要考虑到产业了哈。那产业如果是衰退的特别是产值销售都衰退的，那你再涨价，它可能受不了。所以这个部分是动涨。这边当然是跟民生的这个消费比较有关的这一部分动涨啊。那配合民生住宅的部分也动涨。他们说有物价调整可能会影响到0.16了，但是我想在这样的方式的调整之下，我也希望既然我们这些小商店
小店家就是那个餐饮的小店家、小商店都是冻涨，然后包括超市、超商量贩店、传统市场都冻涨，所以我拜托这些店家不要去调整任何的物价来造成通膨，尤其食物的供应的这个部分，我呼吁这些店家，我们已经冻涨，你就不要找理由再把物价拉高，来让消费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不喜欢这样子。假使是这样子，那下一次在审议的时候，我就干脆放开让它去涨好了。那就是产业的上涨，平均大概它有涨大概接近14%嘛，哈，大概是这样子。那当然呢，这样一个上涨还是，当然是避免说影响物价了，哈。但是还是免不了啊，因为产业的价格，因为电价提高，那这个它的价格还是会跟着调整的啊，会调涨。那这样的话，还是间接的，会影响消费者物价啊。透过产业关联的效果，会间接影响物价。我估计一下哈，如果是平均调幅12.5的话，那对物价的影响，消费者物价的影响。全年呢，哈，大概是0.25个百分点，0.25个百分点，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呢，其实对于物价还是会影响的了，哈，因为我们目前到8月份，跟去年同期，今年8月跟去年同期，大概上涨2.36%啊。那如果再加上我刚刚讲的，因为电价调整，消费者物价在间接的因为这个。产业用电的调整影响的话，加上0.25个百分点，那所以呢，0.25个百分点加上2.36，那大概就接近2.6%了哈。那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央行的政策是希望物价能够维持在2%以内。那目前的美国的8月的物价是2.3%嘛哈。那其实我们把这个电价上来变2.6的话。变成说有这可能，那这个物价还是远高于2%，所以大概可能半年以上，央行要调降利率是有困难的。那所以不只是物价上涨，连带的，因为央行如果国际的潮流是在降利率的话，那我们可能有困难啊。这个也间接会影响我们的金融市场。跟消费、跟投资，甚至经济成长，还是会受影响的呀。老师，那在这个因为我看它这个产业用电涨幅其实还蛮大的。那我看彭博他有写到一篇说，因为全球的这个晶片半导体的大厂几乎都是在台湾，那到时候对于他们的利润有多少的损害吗？是，那基本上是这样子哈，就是电价的调整，那么当然对于一些产业。的利润呢会有影响的哈，那但是它的利润，有些产业的利润，如果用电的成本占它的营业收入或它的营业支出的比重如果高的话，然后再加上利润也不高，那这些产业呢，因为电价调整所受的影响就会比较大。那但是你刚刚提到的电子业，特别像这个台积电啊，它利润率很高，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影响就比较没那么大了。我说这个产业比较能够容忍这样的一个涨幅。这边就是从2022年以来，比起2021年，大概这个下半年涨了8.4%啊，2022年，然后这个是2022年的这个10月再调了11%嘛，哈，平均涨幅啊，哈。然后这个今年的话，4月1号是调这个11%，那现在呢又调12.5%，大概这样子哈。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调幅这样子的累积上来，大概有接近50%啊，平均电价，包括全体的用电的平均电价。但是就工业用电的话呢，涨幅比2021啊，大概上涨的是65%左右，所以这个幅度其实也还不小，对工业用电来讲也不小呀。那大概这样。那么产业呢，个别的产业呢，影响会跟这个它用电占它的营收的比重的高低，还有它利润
的高低会有关。我们看下一张，所以哪一些产业会影响比较大呢？你看这边哈，电费占营业收入比例比较高的，像这个基本金属是2.86哈，那这个纺织呢3.43蛮高的，化学原材料3%，塑胶制品也有3%。非金属矿物就是水泥、陶瓷啊，也有3.4%。那包括那个我们电子零组件呢，也有到2.7%哈。所以这个比重呢，也不小，跟这个相对其他业比。但是因为利润啊，像基本金属啊，这个是有煤制品啊、纺织业啊，它的利润不高，所以呢，电费占利润的比例呢，是超过100的。那意思呢，就是这个。你如果电价调多少，大概它的利润就会同样的会减多少%了，那甚至会更高。这个是1.2倍啊，120%。基本金属业所受的影响会最大啊，然后是有煤制品也接近100%，这个纺织业啊利润率低，而且电费占的营收的比重也高哈。我们利润是说利润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嘛，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营业收入来比的话，那就是发现，这些业别啊，化学原材料、塑胶制品业、非金属矿物，这些业别啊，甚至包括印刷、资料储存这边有占到52.7%，电费占利润的比例哈，那50%以上的这些呢，都会比较辛苦了哈。那但是像电子零组件，那虽然它的这个电费占营收的比重呢2.7%啊，也是蛮高的哈，相对来讲哈，但是因为它的利润高，所以呢电费占利润的比例呢是有16.4%啊，所以相对比较能够承受了。相对于刚刚那些能源密集的产业或耗能的产业啊，那个影响相对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业别啊，它其实差异蛮大的。电子零组件，像台积电的话，毛利呢是50%嘛，所以其实是蛮高的哈。那电费比重也比2.7高，但是相对来讲应该是还不至太大的影响它的这个毛利率哈。但是我们知道电子业以前常常说这个毛3到4啊，毛利率是介于3%到4%间，那些业别呢，那恐怕就比较辛苦了，还是要注意到那些业别还是会受影响。就是不是所有的电子零组件业，它里头可能是比较基础代工的部分，可能影响就比较大。对，就是不只是代工，而且它的这个附加价值相对比较低的，利润率相对比较低的很多的业别哈，大概是会有这种情况。那刚刚有讲到那个动涨，或者是它的调幅比较小7%的衰退的产业，都在这前面当中比较多吗？那是不是说，它是不是减了5%啊？如果是根据去年的资料，2023的情况，那么很多产业是我们知道，经济成长整体是有1.4%嘛，电力的需求的成长是负数嘛，所以去年很特别的啊。很少这种情况，所以大概也有一些业别啊，恐怕是归属于它涨幅比较低，甚至是动涨的，应该是有的呀。因为那些产业可能会是比较传产比较多吗？没有错呀，传产的影响最大。刚刚提到的那几个业别啊。那这样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连续4次涨，而且工业用电涨幅比较大。那在这样子的整个调涨之后，我们跟其他国家的电费的差距有比较近一点了吗？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是其实主张很便宜的电，那现在距离有拉近了吗？还是说有比他们还要高吗？那最近几年的情况呢，主要的有2个因素了。那大概是国际进口能源的大幅上涨，那其他的国家也大概有同样的影响，但是台湾的部分呢，还有是能源转型因为汇合，那这个造成成本的增加，其实也蛮大的。这个部分呢，慢慢的就说在过去也有影响，是造成台电亏损的原因，而且造成台电的累计亏损增加的原因。但是未来的情况，在别人其他的国家没有这样的跟我们比较剧烈的这个能源转型，主要是汇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涨价的幅度就会远比他们高
大概这个是可能我们会面临的情况哈。那目前我们跟其他，所以这个是台湾相对来讲，这个是工业用电啊，相对来讲还是低的啊。但是这个差距呢，会原来如果说我们跟竞争对手国的差距比较低很多，那未来这个差距就会缩小。现在目前是缩小，那将来还会往上走，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台电的累计亏损还没有反映啊，而且还继续的会亏损，因为能源转型的关系。那汇合到今年为止，因为核电相对于2014年到今年为止，大概从420亿减到120亿度那所以减了3亿度。那这个我们是核电一度电，根据台电今年1月的会计资料，一度电1.09元，不到1块1嘛那然后我们现在是用其他的能源来替代嘛。如果一半这个150亿度的电用燃气，那燃气呢一度电呢是3块1嘛，那就差了这个2块钱一度电。那然后有另外的1/4是用太阳光电，另外1/4是用风电来替代的话，太阳光电一度电是5块钱最近几年，过去是降下来，成本在降，但是最近的3年呢，它不再降了，大概5块钱左右这个差距有5块跟1块1接近4块钱的差距。那风电的话7块钱一度电，这里头本来还有这个陆上风机是比较便宜的，但是现在海上风机进来了，那一度电呢是7块以上，所以平均呢一度电是7块钱，所以这样一算，那这种替代的成本呢，今年就是1083亿的差距了那这个是会反映在台电的亏损，那再加上核三的1号机今年7月底停机了，那所以还有核三，今年还有核三的1号机，明年呢就没有核三的1号机，上半年还有核三的2号机，下半年核三的2号机也没有，所以明年呢这种成本会增加到1200亿，就是能源转型。后年呢，因为整个核电没有是1300亿，后年之后相对来讲跟这个有核电的情况就1300亿，这个1300亿就跟着我们了那如果国际能源价格像这个油，特别是气价大涨，像2024年的气价大涨，那这个亏损就不得了这个就是刚刚我讲的这种核电一度电1.09元，那这个再生能源像风力发电一度电接近7块钱6.98，太阳光电呢是5块钱那所以这样一个比较，当然台电也有这个风力发电，太阳光电，但比重很低了，所以你要看的还是外购入的部分这个差距呢，那去计算出来的。所以老师，那他所谓的这个台电的部分，那如果到时候我们的风力发电的机组建制完成的话，它算是自发电力嘛，对不对？但是现在的风力发电主要陆上风机大概300多座，没有办法再增加。因为地下人稠会有噪音的问题，摩罗筒这个单调的噪音呢受不了彰化的方院呢就受害很厉害，大家了解这个问题。那所以主要是离岸的离岸的因为收购的价格偏高那平均呢20年平均是5块6左右，目前现在上来的那但是它可以要求前边的10年价格高一点，后边的10年低前边价格高，所以那个价格是超过7块的所以造成我们价格呢就是高这个是也跟这个政策有关系啦。那你如果是公开竞价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个价格了因为我们不是公开竞价，用遴选的理由说考虑到要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本土产业的发展。现在已经发现有问题了因为不止成本贵变成电价收购的电价贵，而且还影响你这个商转的时间呢，就是延后了。因为国内的产业还刚起步嘛，那你要配合它的话，那当然这些开发商呢就要他的这个
装设的这个时程啊就会延后，这个也是重要的关系。而且这些东西能不能用，也会增加它的风险啊，也是造成说它的这个成本会比较贵的一个原因之一。除了招标的用遴选的，而不是公开竞价。我们有第二波哈，那个第二期的第二波，那个公开竞价是在2个月之后，前边2个月是遴选的，后边2个月是公开竞价。遴选的1度电是5.6块，那公开竞价的是2.5块左右。原因是那些公开竞价，一方面公开竞价，二方面他没有要求有这个国内本土化的这个要求，那是重要的因素了哈。那所以目前的情况，未来的发展也是一个要值得注意的。那我们自制力啦，就是国内的国产的比例，那要求40%啊。那现在呢，第3波还把它提高到60%。老师，可是现在欧盟已经说要告我们，我是啊看那个郭志辉他就是部长，他有讲说，因为我们这个部分要开放。我想我们会充分的这个准备，然后到欧盟去跟他们做一个比较好的协商哈，大概是方向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会渐渐的朝着这个 WTO 的精神哈，为 WTO 精神渐渐朝向开放的这个方向来努力。所以到时候这个价格应该就可以再往下压了。有那个必要啦，但是也不是说你完全不可以要求啦，因为其他国家也有要求，只是那个比例不像我们那么高了。我知道像这个英国从2000年就发展这个离岸风机，那都快20年了，但是它的国产化比重也只有30%左右，也没有太大的增加。那么我一开始就40%，然后未来这个第3波还要60%，这个显然是有它的困难。一方面成本贵，开发商的风险大，然后造成他愿不愿意来招标、来参与的这个会有风险啊，那会影响他的意愿。那然后等到你签约之后，真的要推动的时候，那么又可能因为本土厂商配合不上，那可能会有严格了。这些呢都是再生能源为什么发展过去的这个7年只增加5个百分点，那从4.6%增加到2023年增加到9.5%，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啦。这个是可以改变的哈。那所以我们就特别提的就是说，它的价格会那么贵的原因是这个关系。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来看下一个。你看台电呢，最近3年的亏损，2022年呢，台电的账面上亏了2272亿，那2023年呢亏了接近2000亿，但是实际上的亏损是比它来得大的因为2022年呢，当年就是经济部呢容许台电把这个所谓电价的平稳基金呢，有大概还有剩下400亿左右，全部拨进来所以没有那400亿，还要再增加400亿的亏损然后当年中油公司呢，亏损了2100亿。这里头的主要的亏损就是补贴台电跟这个民营的燃气发电业者天然气的价格，也亏了2000亿。所以不是这个情况的话，那台电2022年的亏损是4272，然后再加上刚刚的400亿进来，4600多亿元如果是其实真正的亏损是4600亿左右。2023年呢，虽然是2000亿左右那其实政府有拨补500亿，所以它的亏损其实不止这个金额，是2500亿不要忘记了，这个电价调了8.4%，这边电价呢调了11%，那这边的话今年预估是850亿，那但是电价呢4月1号刚调了11%，然后现在又要调那预估呢这个累积的亏损呢大概是4668亿。那这个情况呢，你想如果亏损2023年就累积的亏损这补贴之后累积亏损3818亿，那台电的资本呢是3300亿，所以其实它就要倒闭，它要关门了，就是说根本是负值的公司了。那所以政府就增资1500亿所以3300加1500就4800亿，但是4800亿还可以再撑一阵子，这个是
累计亏损这样子，但今年就不行了。今年除了涨价以外，它还会亏这么多的一个数字，是4668亿，那就变成了又要增资了。所以今年还要再增资，明年也要再增资啊，有这个情况发生。老师，那像这个负的850亿是还没有加进我们这一次的电价调整，对不对？他说这个10月16号调整的话，今年它的带来的收入是150亿，可以减这个金额，所以预估大概是可能还是需要有850亿的亏损。你看，预计再亏损了哈，所以累积亏损，这今年预计的累积亏损，即使上架，累积亏损是4668亿，所以马上这个就编预算说，要增资啊，明年也要再增资啊，不然的话，刚刚讲的，事实上也一样，也是接近这个资本额净值是负数的公司了啊。因为我看他这一次就是希望今年能够再拨补1000亿，明年也再拨补，也要拨补1000亿。所以如果能够拨补过的话，就比较没有问题，是这样吗？就是算今年没有过，他这基本上就是要增资了，不然的话，你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他就还是要倒闭啊。2000亿的补助啊，对我们台电的这个获益是非常的大了就是说这个财务上面的帮助是非常的大如果这个2000亿没有办法这个进来的话，当然我们台电会比较辛苦了我想委员也都应该跟我们都一样了不愿意看到这个物价的这个波动了，要这个改善它的这个财务内容嘛这个。我想可能都会动到一些这个民生物价所以我们这个2000亿大部分都是怎么说呢？就是来贴补民生的用电会比较多。因为我看他说有希望立法院能够过那个拨补的金额各1000亿。就是今年跟明年都各编列1000亿的拨补。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就我刚刚提到，为什么亏损会造成？那里头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国际能源价格以外，还有我们国内的能源政策，我们这个废核的能源政策是有关的。刚刚我已经做了说明，很简单的一个计算，你就知道确实是有关，不会没有关系了那今年1083亿，明年1200亿，后年1300亿，后年之后是1300亿，这个就跟着我们。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亏损如果国际的能源价格又大涨，像2022年那个大涨的话，4000多亿啊，因为就目前来讲，燃气的比重也占到40%而已那未来会占到50%，那个更高，那这个不得了，它是。可以说是无底洞，一直要增资，一直要拨补，一直要涨价，一直在亏损。这个问题呢是会跟着我们，除非你能源政策改变不然的话会跟着我们不过老师，因为我记得过去蛮多人在说我们的电价其实是不合理的，照理说我们其实是过低，对不对？那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电价不合理，当然是因为这个。台电亏损的原因，又是因为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跟它内部的管理有没有效率没有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涨价的话，不反映成本，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现在不合理的是能源政策有问题，这个部分呢，你是应该调整，而不是说，我所有的亏损，不管它是来自于进口的能源、国际能源的价格上涨，还是我能源政策的错误。你都要吃下去，都是纳税人要负担。如果是政府拨补或者是增资，或者是消费者要负担，用电的人要负担，这个就会有问题。虽然电价的提高，可能会对你节能减碳有帮忙，但是它的情况可能跟其他国家说，我课这个碳税啦，或者是我这个外部成本内部化就是把这个。一些空污的成本、减碳的成本这些呢反映在电价上，来达到我节能减碳的目标。这个呢还是有差距的，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成本提高，而且是不必要提高，是你的竞争力的丧失，因为你政策有问题造成的。这个跟我单纯的好像电价一高一好，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全部反映的话，那刚刚提到的，那我们本来低廉的电价，那这个优势就没有了，因为慢慢的，这很快不是慢慢的，慢慢这个优势啊。我刚刚讲刚刚那个资料也是到2023呢，今年又连续上2次啊，对不对？那这个情况加上后年还继续涨，那这些情况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对于我们产业的竞争力当然影响很大。老师，那跟我们同样的一些竞争国，像是日本、韩国，他们的电价跟我们现在目前来相比的话，比我们还高蛮多的吗？在工业用电的。根据这个2023年的资料来比的，2023年的话，这个应该是韩国还是稍微高一点。我的了解啊，2023年的话，大概差4%左右。这个比我们低，会不会是中国大陆？看起来像啊。也可能。所以韩国比我们高一些些。是，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未来的情况，这个所谓低价的优势啊，就会丧失了啊。那一定的啊，因为韩国还继续发展核电啊。目前的占比是不到30%了，那2030年的目标是32.5%，核电占电力的配比，那我们2025年就0了嘛，所以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的成本呢，会比他们，因为我们过去其实比较低，然后我们的电价已经工业电价往上涨，然后韩国其实有比我们高，可是看起来距离已经拉近了。那中国大陆比我们低，然后日本其实比我们高蛮多，可是我们如果往上涨的话，也是拉近。所以在产业竞争力上面，可能当然会受影响，因为你已经习惯那个低的情况，那现在在拉的话，而且跟其他国家来比，将来的涨幅一定比人家大，所以这个竞争力当然受影响，会有缺电的问题啊。这个因为新增的电厂，这个跟预计的计划呢差距太大，严重的落后，所以缺电的压力很大。这个都跟能源转型政策有关，所以这个呢都会影响这个。老师，那在住宅用电的部分更低啊，2.8，我们很低到2023年。所以相较之下，我们可能就只有这个中国大陆跟马来西亚比我们低。那低的不好，不表示说，你就应该台电的亏损全部都来涨电价。我刚刚提到的，你亏损的原因，如果是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你反映，这个是合理，对不对？因为台电或者是政府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成本的提高。那现在的情况是你政府可以控制啊，你的政策可以改变啊。那结果你让电价的这个台电亏损那么多，变成你电价要涨那么多那这个呢就是不对的了，不应该这样做。老师，那像台电目前亏损这个样子的话，明年4月还会再涨电价吗？会啊，可能性很高啊，而且选举还有一阵子啊，当然趁这个机会，能够反应就尽量反应，选举的时候又比较敏感因为明年底的话，可能离下一次的选举比较近了，所以合理的推测，尽量的能够调都调，但是你政策不改，那个问题还是存在的。接着等到选后又需要大涨。最近诈骗集团相当猖獗，中天财经频道、全球震惊周报在此特别声明，无论是频道、节目，或者是来上节目的教授们，绝对没有在脸书或者是 LINE 开设投资的群组，请大家不要受骗上当。极端气候冲击全球经济之外，紫外线也容易对肌肤造成伤害，所以保湿和防晒工作马虎不得。请多多支持中天自有品牌 KS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一起看完40秒广告哦。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乍早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